灵州和泾阳都是临江省的地级市，经济都很发达。不过泾阳市北部多山，西阳镇就是个山间乡镇，但这个镇子有个很重要的地理位置，位于临江省与西江省的交界处。一条山间公路连通着两个省南来北往的货车，如果想要省一点高速费，那么必经西阳镇。而桂兰饭店就位于这条公路的旁边，也经营住宿。此时已经是早晨7点，一行人皆是一夜没睡，而山间公路旁的所有饭店都早已经开始营业，路边停着一台台大车。长途司机们开了一夜的车，往往会选择在西阳镇吃个早饭，歇歇脚。苏无忌说道：我们这台车先开进去，其他车子在外围待命，嫌疑人的长相都记住了吗？萧音磊回道：老板，所有手下都已经记了2年了，确保不会认错人。江晚星在一旁听到，暗暗惊讶。为了这一天记了2年，也准备了2年。显然苏无忌是让所有手下都全部投入到这件事情中，好一个都不要放过。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不可能只有那几个同伙的，这是一个犯罪集团，今天要把这里连根拔起。临江特勤组还有10分钟到达。江晚星看了苏无忌一眼，指挥权可以交给你。这一支特勤组是绝密作训处在灵州的分部，所有组员皆是从特种部队之中选拔的精英。此刻江晚星居然要把这支队伍的指挥权直接交给苏无忌。你这样不算违反纪律吗？苏无忌诧异地问道。所谓的纪律没有孩子们的命重要。江晚星说着，从包里取出了2只通讯器，递给了苏无忌一个。把这个别在内领上，你可以随时通过这个下命令，一共24人，包括突击组和狙击组。他知道移交指挥权是违反纪律的，但是江晚星相信苏无忌为了这一天准备了那么久，那么他必然早就模拟作战过很多次，很多细节都预备到位了。多谢了。苏无忌随后对萧音磊说道：英磊，你和我先去桂兰饭店看看情况。我和你去吧。江晚星却主动说道。在他看来，自己的身手应该是比这位穿着旗袍的成熟姐姐要强一些的，真打起来也能帮得上忙。行。苏无忌也没拒绝，继续对萧音磊说道：那你拿着我的家伙找个合适的位置等着，有敢跑出来反抗的直接狙杀。直接狙杀。这句命令一出，无疑就证明苏无忌就是昨夜的那个神秘狙击手。是。萧英磊下了车，从后备箱里拿出了一个长盒，迈动着那双长腿，很快地消失在了视野里。江晚星有点难以置信。苏老板，你直接当着我的面说这些？毕竟无论是持有狙击枪还是下达的狙杀命令都是违法的。你忘了我们现在是战友。苏无忌看了看远处的桂兰饭店，淡淡说道：你总不会把战友先抓起来吧？可是你要萧经理开枪打死人。苏无忌：这些人贩子死100次都不够，现在的法律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太轻太轻了。江晚星有些着急。可不管怎么说，你私自开枪杀人，事后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苏无忌看了他一眼，伸手拍了拍对方的大腿。这就是我没有拒绝你们特勤组支援的原因。江晚星立刻明白了，苏无忌这是要让特勤组背上狙击枪的锅。他必然知道自己这绝密单位的权力大得吓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可以先开枪后上报。江晚星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对方的缜密心思让他有点震撼。
江晚星没有过多犹豫，好，从刚刚那把枪里射出的所有子弹都散在临江特勤组狙击手的头上。通情达理，太懂事了。苏无忌笑了，谢谢，还好你不是个迂腐的女人。这是他这几个小时车程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江晚星把话头接了过去，但也为你的所作所为感觉到心惊肉跳。两人下了车，旁边的一台面包车里走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老板，他低声说道，几个同伙的家庭住址都派人盯好了。此人就是之前与苏无忌通话的李朝胜。他长得很朴实，留着平头，腰背挺直。江晚星看了看对方的右手，手指和虎口位置老茧不少，他对这种老茧分布位置无比熟悉，因为江晚星自己就是这样。好，你带人堵住镇子另外一头，等我命令。苏无忌说道。是。李朝胜随后钻进了面包车里。他是个老兵？江晚星问道。西南军区的老侦察兵，跟猴子干不架。苏无忌说道。江晚星明白，苏无忌口中的猴子指的就是某个国家的人。厉害，是前辈。江晚星心中的惊讶越积越多。像这种上过战场的老侦察兵，都是特种部队里的宝贝，普通的将官都不一定能压得住。可是李昭胜却对苏无忌的命令言听计从，明显对着这个年轻老板心服口服。苏无忌和江晚星走到了桂兰饭店的门口，站在外面有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正在炸油条。看到这一对男女走过来，他招呼道：二位来吃早饭吗？这边什么都有，累了也可以歇歇脚，房间都很干净。江晚星看了苏无忌一眼，眼神之中藏着警惕，但是脸上的笑容却带着撒娇的味道。老公，我饿了，这油条好香。江晚星眼睛里警惕感的由来很简单，因为他在赶来的路上已经通过手机里的照片记住了这张脸，这就是分解犯罪集团的主要同伙之一。哪怕此人和之前的照片有些区别，但还是被他一眼认出。苏无忌看到江晚星这么配合，于是说道：好，那就在这里吃吧。下次我再开车的时候，你在副驾可不许再这么调皮了，别老把手伸过来，累死我了。旁边那个炸油条的男人露出了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他随后盯着江晚星多看了几眼，那眼神就像是在打量着猎物。江晚星掐了苏无忌一下，看起来就像是小情侣之前在打情骂俏，但只有苏无忌自己才知道，他这一下掐得可着实不轻。咸豆浆来上2碗，炸2根油条，再来2笼小笼包。苏无忌点完了餐，便拉着江晚星坐下。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开这种玩笑？江晚星小声地说着，还瞪了苏无忌一眼。苏无忌在他耳边轻轻说道：那个炸油条的家伙看你的眼神很不正经。江晚星回想了一下，他的笑确实不怀好意。苏无忌指了指饭店大堂后面的5层小楼，那里是这桂兰饭店的住宿区域。你一个人来这里大概会出事。江晚星的眼睛里涌现出了冷光，加重了语气，小声道：他们敢？他明白苏无忌的意思，这饭店后面的住宿区域有不少男性司机进进出出，生意明显比其他旅馆好上许多。显然这里面大概率有强迫卖淫的情况。苏无忌看了看对方那英气之下又千娇百媚的脸，停顿了几秒钟，才说道：他们敢，因为你太漂亮了。江晚星低头，没有再和苏无忌对视。
他当然不会认为对方是在这时候撩拨他。但对于那些被绑了拐卖的女人来说，漂亮或许就是导致她们悲惨一生的原罪。这时候，苏无忌微微低头，嘴唇凑上来别在领子里的通讯器，说道：现在临江特勤组由我指挥，突击组封锁西洋镇主要道路，狙击组就位，盯着桂兰饭店，可自由射击，无需抓活的。江晚星看着主动发布命令的苏无忌，觉得对方十分专业，似乎不是第一次指挥这样的行动，简直像是特种部队出身。只是无需抓活的。江晚星知道这命令和条例不符，但想了想，居然并未出言干涉。这时候，门口炸油条的汉子喊道：油条好了，过来拿一下。苏无忌说道：我去拿。等他正准备接过油条的时候，饭店大厅里，他们的2碗咸豆浆被端上了桌。看着端盘子过来的女人，江晚星的呼吸本能一紧。这女人即便戴着口罩，但仍旧能看出来，她面容干瘦，颧骨很高，到3角眼，头发银白，额头的刘海遮住了她的英质眼神，正是流窜多年的芬姐。苏无忌见状，直接抬脚一踩油锅边缘，于是油锅直接被掀翻，那一锅滚滚沸油泼了中年同伙满头满脸。那是一张看起来充满了阴戾的脸，哪怕当年的照片很模糊，哪怕时隔多年后他的头发更长了，比以前更瘦了，可是苏无忌和江晚星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个女人就是芬姐。苏无忌一脚踢翻了油锅，那中年男人开始捂着脸惨叫，在地上打滚，痛苦不堪。所有吃饭的人都朝着这边看了过来。然而反侦查经验极为丰富的芬姐并没有被吸引注意力，她只是往这边看了一眼，扭头就要向里面走去。江晚星怎么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他伸出手扣住了芬姐的肩膀，然而芬姐居然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转身划向江晚星的脖子。这个60多岁的干瘦女人居然有着超过普通人的身手，反应速度和警惕性更是远超常人。不过她的杀伤动作对付其他普通人或许有效，但落在江晚星的眼睛里，那就太慢太慢了。她只是一侧身便躲过了这一记匕首，随后右腿猛然抬起，重重地抽在了芬姐的肋间。咔嚓咔嚓，芬姐的肋骨起码断了3根以上，她完全失去了重心，被踢得摔出了3米远，重重地撞在了一张餐桌上。可即便疼得那么厉害，她手里的匕首仍旧没有撒开。敢来西洋镇，我弄死你们！芬姐喊道，那声音尖利又狠辣，充满了强烈的阴质感。江晚星正要上前扣住芬姐，苏无忌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她的前面。苏无忌一把揪住芬姐的头发，将她陡然提了起来。谁弄死谁？苏无忌说了一句，然后抓着芬姐的脑袋狠狠地撞向桌面。砰砰砰，1下2下3下，撞得芬姐根本握不住刀子了，手里的匕首掉落在地。然而苏无忌还没有停手，继续揪着头发把芬姐提起来，再狠狠砸下去，接连撞了10几下，直到整个木头桌子都被砸散了架。芬姐满脸鲜血，不省人事，之前的嚣张模样已然不复存在。然而这还不是结束，苏无忌又抄起了一根桌子腿，重重一轮砸在了芬姐的脚踝上，这脚踝立刻被砸得骨裂，
肉眼可见的变了形。受了这样的伤，他就算清醒过来，也根本没法逃跑。江晚星没有制止苏无忌，他能够理解这个青年心中的愤怒。而这时候，从后院里已经有10几个壮汉扑了出来。苏无忌盯着那10几人，对通讯器喊道：突击组和狙击组注意，如果有嫌疑人冲击卡口，不要询问，直接开枪。他再度对临江省特勤组下了命令。毕竟这边打了起来，主犯分解被擒，团伙里的其他成员大概要四散奔逃了。砰！苏无忌的话音尚未落下，外面的枪声便响了起来。一个男人上了车，要强行冲卡。肖英磊的狙击枪直接射击，打碎了驾驶室的玻璃，带走了这家伙的性命。而皇后酒吧的那群安保和服务生也全都手持甩棍和匕首冲进了镇子里。一场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已经彻底铺开，这气势简直是驱虎吞狼。不过苏无忌这一方的抓捕行动和警方的抓捕过程有些区别，他们是直接动手打到对方不能动弹了再抓，至于失手打死了，那就死了吧，反正后续事情都由老板来处理。此时面对从后院冲出来的10几个壮汉，江晚星率先动了。那充满了弹性的大长腿直接劈翻了一个汉子，随后一拳放倒一个，每一个挨了他攻击的都是当场失去战斗力。江晚星拳头的爆发力很惊人，攻击位置又都是特种兵才清楚的人体要害，一拳下去造成的杀伤效果简直事半功倍。然而等他放倒6、7个人之后，整个饭店已经安静了下来。在苏无忌的脚边已经躺了10来个人了，他的杀伤效率居然比江晚星这个特种兵还要高。那10来个人个个都是筋断骨折。江晚星有些意外，但也没细问，而是说道：他们的人手不少，我们分头行动吧。你盯着分解，我去抓人。苏无忌喊道，同时还从腰间抽出了一根甩棍扔了过去。好。江晚星接住甩棍，应了一声。面对苏无忌的命令，他没有反驳，更没有干涉。只不过让江晚星稍感意外的是，外面的枪声不绝于耳，甚至有几分钟还挺密集。临江特勤组汇报情况。他实在忍不住了，问道：江少校冲卡人数不少，有10几人甚至拥有手枪步枪。一名特勤组成员汇报道。当听到这枪支数量，江晚星便彻底明白了，这个镇子就是个给拐卖产业链提供庇护的大窝点，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参与其中。这些年来真实的拐卖数字必然要比官方统计的多得多，受到攻击，那些人贩子必然要鱼死网破了。在这种情况下，江晚星明白苏无忌带来的那些人手可能都不够用，必然面对很大的反抗压力。于是他便说道：特勤组面对逃跑与反抗，不要手下留情，直接击毙，事后我来负责解释。江晚星出身特种部队，虽然不会滥杀无辜，但从来不是迂腐之辈，更不会为了所谓的纪律而放大自己和同伴们的危险性。就像今天，若是换做一个只有正义感或是严格遵守法律的人，怕是要先抓苏无忌了。江晚星更是从未考虑过，陪着苏无忌疯了这么一场，自己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处分。而这个时候，从桂兰饭店后院的住宿区域跑出来了10几个衣不蔽体的姑娘，她们慌里慌张，后面还有男人在追着骂着。江晚星见状，直接抽出苏无忌给的甩棍，
冲了上去。简单几棍过后，那几个追击者便全都被打断了腿脚，昏厥在地。求求你救救我们，带我们离开这儿。我们再留下，真的会被打死的，跑一次就被抓一次。那些姑娘哭着对江晚星说道，还有人直接对她跪下了，不住地磕头。他们身上的衣服不多，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被殴打的青紫伤痕，手腕和脚踝处几乎都有被绳索勒出来的痕迹。现此情景，江晚星觉得胸中的火在燃烧。放心吧，从今天起就没事了。江晚星握住了一个女孩的手，动容地说道。他又看向了被苏无忌打晕在地的芬姐，眼神之中充满了憎恶。你们认得她吗？江晚星问道。就是她，她就是这里的头目，这个老女人。有姑娘指着芬姐战战兢兢，控制不住的发抖。显然这个老女人曾经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惧。江晚星拎着甩棍走了过去，对着芬姐的肋骨和胳膊又抽了好几下，每一下都能听到骨裂声。这不是他以往的行事方式，毕竟嫌疑人已经失去了行动力。可是不知道是被苏无忌传染了，还是受了现场情况的感染，现在的江晚星只想用这种违反纪律的方式来替那些受害者讨回微不足道的公道。1个小时之后，西洋镇一战基本结束。被临江省特勤组当场击毙的持枪反抗者居然达到了12个人，当然此外还有6个举着刀砍人的暴徒死在了肖英磊的枪下，而被打到失去行动能力的得有60-70人。如果换作市局警察来镇子里抓人，在热武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怕是要吃大亏。就连苏无忌这次也是对敌方的力量预估不足。从山间公路附近的宾馆里解救出了80多个年轻姑娘，还有7个没来得及转卖出去的2-3岁幼儿，触目惊心的数字。临江省厅和泾阳市局的警力已经大规模出动了，省会灵州的市局也派来了刑警支援，警灯漫山，遍野都是。江晚星坐在山岗上，看了看排成队被押走的嫌疑人，又看了看身旁浑身是灰满手是血的青年。他正在用湿巾擦着手上干涸的血迹，短发被清晨的山风吹动，透出了一股让江晚星以往从未在那些世家公子哥身上所见到的肆意与蓬勃。这时候小姨方千雪发来了一条信息。怎么样，林州到底有没有能入你眼的帅哥？江晚星抬眼看了看苏无忌，随后低头回了一条消息，好像真有一个。在一场大战过后，搜查、抓捕、审问、录口供以及帮助孩子们寻找家长，后续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且西洋镇拐卖集团做到这么大，很难说没有境外势力的助力。江晚星说到做到，承担了事后所有的解释工作。临江省厅因此并没有为难苏无忌，但现场的扫尾工作也花了2天2夜。由于精锐进出，皇后酒吧也因此停业了整整2天。生意这么火爆的夜店，停业1天的损失都不可想象。可苏无忌为了抓捕芬姐，却宁愿承受着损失。对于这些，江晚星都看在眼里。等皇后的20几台车开始返程的时候，苏无忌的那些手下虽然疲惫不堪，但却是个个神采奕奕，有好些个都挂了彩，甚至还有的受了枪伤，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好心情。
毕竟打下了西洋镇这个人贩子窝点，抓住了罪大恶极的分解，真的算是功德无量。江晚星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看起来是在闭眼休息，但却根本没有睡意。他参与过的歼敌任务已经数都数不清了，这次抓捕分解的危险性绝对排不到前列，却是最让江晚星感觉到震撼的。那些姑娘们对着自己千恩万谢的情景，找到孩子的家长们对自己下跪痛哭的画面，仍旧在持续震撼着江晚星的内心。江晚星看了看坐在旁边的男人，心中的震撼感又多了一层。就在上车之前，临江卫视联系临江省厅负责人，要了解一下这次抓捕分解行动的全过程。然而省厅负责人却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接受采访，而是选择把苏无忌介绍给了卫视记者。显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陌生，但面对这种许多人求之不得的露脸好机会，苏无忌却直接选择了拒绝。在想什么呢？苏无忌瞥了瞥江晚星，两人恰巧完成了对视。偷偷瞄我是不是被我的侧颜吸引住了？江晚星说道。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深藏功与名吗？那主持人是个女的。苏无忌咧嘴一笑说道。我怕她爱上我。江晚星才不信这个破理由。那可是临江卫视的头牌主持人，多少人想被他采访一次都没机会呢。苏无忌看了看外面，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先停车歇歇，我得洗把脸。江晚星正好想去卫生间了。对了，忙活了2天，怕你手头的存货不够，上车前让人给你买的。苏无忌说着，从后备箱里拽过来一个绿色大号环保袋，塞在了江晚星的怀里。买的什么呀这是？江晚星说着，打开了鼓鼓囊囊的环保袋，满满一大包，全是各个牌子的卫生用品，日用的、夜用的，甚至还有成人纸尿裤。江晚星的俏脸立刻变得通红，之前把沙发染红的尴尬情景再度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虽然羞到了极点，但江晚星还是很有礼貌。这，谢谢你了。不客气，主要我是怕你把我的车弄脏了。苏无忌说道。江晚星听了这句话，掐死苏无忌的心都有了，直接抬手掐着他的脖子。你还能还我钱？本来看你抓住人贩子，老娘都不打算让你还钱了，你还非得就是重提是吗？苏无忌被掐得哈哈直笑。江少校身材可真好。此时江晚星这才发现自己为了掐苏无忌，把半边身子都压在他的身上了，大腿和胸口都已经和他贴了。江晚星立刻坐回了原位，微微红着脸不吭声了。等车子到了服务区停下，江晚星还没来得及走到卫生间，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一看来电，竟然是自己的发小白旭阳。糟了，把他给忘了。江晚星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本来他是抱着坐山观虎斗的看戏心态来到了灵州，无论是白旭阳赢还是苏无忌获胜，江晚星都不在意。可是在和苏无忌深入接触了2天之后，他已经发自内心的不想看到这一场冲突发生了。晚星，我已经到了灵州了。白旭阳说道。现在正和浩兵在一起，听说他被那个姓苏的给打了一顿，正好这口气我给他全出了。听到了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也在，江晚星的额头上多了几根黑线。随后他的表情严肃了些许。白旭阳，你让江浩兵接电话。作为一起长大的发小，白旭阳本能地感觉到江晚星的语气有点不太正常。他把电话给了江浩兵，后者说道：
姐，旭阳哥都来替我报仇了，那个姓苏的死定了。你什么时候到啊？江晚星扭头看了看几米开外的苏无忌，他正打开水龙头，弯腰洗着脸上的风尘。江浩斌，从现在开始，把你的大计立刻还给小姨。江晚星沉声说道。你再这么嚣张下去，爸妈的名声都要被你给毁掉了。江浩斌愣住了。姐，你在说什么啊？是我被人打了啊？你不替我出气，还来批评我？江晚星的语气又重了一些。以往我总是觉得爸妈不在了，外婆他们惯着你也就惯着了，可是你现在也是个成年人了，做人不能不知好歹。白旭阳把电话接了过来。晚星，浩兵毕竟是咱们的弟弟，他被这个姓苏的打了，我的生意也被这家伙抢了，被一个林州的小子这么踩在头上，咱们首都大院子弟的脸上也没有光彩，传出去要被人笑话的。江晚星的声音转冷。白旭阳，你和江浩斌还记得自己是大院子弟？听了这句话，白旭阳愣了愣。晚星，你什么意思？白旭阳，江晚星很认真地说道，你不要带着江浩斌犯浑，不然我饶不了你们。这一刻，大院大姐头的气场又出来了。白旭阳蹭了一鼻子灰，似乎有点没面子。好，等见了你再说吧，但我损失不小，这口气多少要出一出的。说罢，他居然把电话挂断了。江晚星的心里面浮现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苏无忌已经洗完了脸，乐呵呵地说道：怎么表情这么凝重又血崩了？江晚星一瞪他，再提这事儿我掐死你。说完他便转身走向卫生间，手里还捏着一包苏无忌给买的白色吸血鬼。只是当江晚星出来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一声，一条信息进来，提示他收到了转账2万。喂，你不是不还钱的吗？江晚星追上苏无忌说道：怎么良心发现了，连800块的沙发钱也没有扣掉？没啥，一想到你的工资这么低，我就有点于心不忍。苏无忌拍了拍江晚星的肩膀，就这点钱，不如早点转业了，来我的酒吧端盘子。说完，他率先向车子走去。那个自以为很帅的骚包背影始终映在江晚星的眼睛里。小庞正好路过江晚星的旁边，顺口插嘴：老板刚刚还不是这么说的。哦。江晚星没好气地问道：那你老板怎么说的？小庞原话复述：那些钱也是江少校为了国家出生入死才换来的，谁敢坑你的钱，谁就是王八蛋。也就是苏无忌没听见这句话，不然得让肖英磊把小庞后年的工资也给扣了。江晚星微微一愣，对小庞说道：你们老板看起来不像是那么好心的人。小庞的回应很认真：财务经常说老板的心很好，就是嘴巴不好。江晚星一下子没忍住笑：你说的对，人是不错，就是偏偏长了这么一张破嘴。笑着笑着，他觉得自己眼眶微热，于是轻轻揉了一下眼角。小庞：江少校，你哭了。江晚星：我从来不哭。小庞：你眼圈都红了。他忽然想跟小庞练练。等车队快到灵州的时候，江晚星收到了江浩斌的一条消息：姐，旭阳哥已经把皇后酒吧砸了，替我出气。看着这条消息，江晚星忽然间变得杀气腾腾。江晚星真的没想到白旭阳居然把皇后酒吧给砸了。这时候皇后酒吧精锐进出，里面连个男人都没有，白旭阳趁虚而入，实在让人不齿。江晚星知道在首都的圈子里面被打了脸，就要当场打回去，不然就会成为圈子里的笑柄。
在大院里长大的那些孩子，包括他自己在内，更是从小打到了大。可是苏无忌这次带着手下出来，是铲除了一个拐卖集团，于情于理，于国于家，白旭阳这事儿都说不过去。看到江晚星的表情忽然变得凝重，苏无忌笑道：怎么又把我的车给弄脏了？不过他这次并没有抓狂生气，而是坐直了身体，很认真地看着苏无忌的眼睛，说道：对不起。何哎？苏无忌满不在乎：不就是被砸了个大门吗？多大点事儿，没那么严重。江晚星愣了愣：你已经知道了吗？苏无忌咧嘴一笑：我要是到现在还不知道，那这老板也太不称职了。这表现让江晚星更加意外了。你不生气吗？那个酒吧可是你的心血啊。这有什么不能只允许我砸别人的场子，不兴别人砸我的？苏无忌的笑容很灿烂。混了这么多年，这种来来回回的拉扯见得多了。看着这样的笑容，江晚星很确定，此刻的苏无忌就是真的不在意。但这家伙沙发脏了都要自己赔钱，他绝对不是个大度的人。难道说对方是怕自己夹在中间难做，才表现得这么宽容？想到这儿，江晚星的心里面有一丝异样的感觉。相比较大门被砸而言，我更在意的是你刚刚对我的那个道歉。苏无忌直视着江晚星的眼睛，语气很认真。这让我觉得我可能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朋友。其实这件事根本轮不到江晚星道歉，可是他的歉意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江晚星只觉得苏无忌的笑容此刻竟是有些温暖。停顿了几秒钟，江少校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才挪开了眼神，说道：苏老板可真会哄女生开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用这事聊我。你要……苏无忌往旁边挪了挪屁股：我可不敢聊。江晚星忽然较上劲了：为什么？我是丑八怪吗？面目可怖的女暴龙？不，主要是因为……苏无忌一本正经地说道：我阴险。混蛋！刚刚的气氛破坏殆尽，江晚星又想把苏无忌给掐死了。车队才刚进灵州市区，还没到皇后酒吧，苏无忌就说道：现在解散吧，给所有人放一天假，明天继续休息一天。连续停业3天，对皇后酒吧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肖英磊轻轻一笑：估计咱们那位不好说话的财务主管又要哭出来了。这让江晚星明显有些意外，毕竟酒吧都被砸了，苏无忌如果带着上百个手下回去，也能在白旭阳面前撑一撑场子。可是他却给所有人就地放假。这位年轻的酒吧老板似乎懒得跟白旭阳对线。抓住了芬姐，我心情是真的很好。苏无忌伸了个懒腰，解释道：谁都不能破坏本老板的好心情。江晚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沉默了1分钟之后，才由衷地说了一句：厉害。此时皇后酒吧的门口停着几台黑色的车，其中就有江浩斌的那一台奔驰大 G。 一个穿着休闲衬衫的男人就靠在引擎盖旁抽着烟。他的个头大概1.8米，肌肉很顶，尤其是胸大肌，把整个衬衫都撑得鼓鼓的。双开门到3角的身材透出了强烈的阳刚之意。他就是白旭阳。而皇后酒吧的旋转大门已经被砸烂了，旁边的落地玻璃也都变得粉碎，那巨大的霓虹招牌也被拆了下来，看起来受损不小。其实酒吧内部还是完好的，也没有留守人员被殴打。
白旭阳明显是想发泄，但又收了力了。车子停下，江晚星率先跳了下来，她那漂亮又英气的脸上阴云密布。看到女神这般表情，白旭阳的心脏咯噔了一下，立刻把烟头扔在地上，走了过去。晚星，你来了。白旭阳不是没见过这样的江晚星，曾经大院里的女孩子被外面的混混带刀欺负了，她就是这副阴沉的神情，然后直接拎着菜刀去找那些混混算账。在那时候的大院里，江晚星这大姐头的名声真的是她自己打出来的。江晚星抬手指着大门，盯着白旭阳：这里是你砸的？白旭阳挪开了眼神。江晚星往前走了一步，加重了语气：可我在之前的电话里让你不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听？白旭阳往后退一步，明显有点底气不足。他解释道：晚星，你也知道了，东方丽人是我和几个哥们在灵州的第一笔投资，结果就被这皇后酒吧的老板用阴损手段给抢走了。我要是不站出来，我们几个兄弟也颜面无存。也只有在江晚星的面前，才能让白旭阳解释这么多。也不知道苏无忌到底用出了什么手段。现在东方离人会所的所有股份已经转入了萧英磊名下，正在大规模整改中，还未开始再次营业。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兄弟，你那几个狐朋狗友借着你狐假虎威，现在出了事又要你站出来。白旭阳，你多大了，还这么幼稚，这么愚蠢？白旭阳被教训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为什么江晚星对自己的行为这么反感。毕竟他虽然和江晚星是发小，年纪也相仿，但两人的地位一直不算平等。严格说来，他从小是大姐头的跟班，可我总得见那个混蛋一面，让他知道我的态度。白旭阳说道：他得知道灵州人在首都人面前就得缩着脖子。男人都是要面子的，更何况他其实一直喜欢江晚星，明里暗里舔了那么多年，对方压根不搭理。我在这儿呢。苏无忌开门下车，咧嘴笑道：白大少爷可真有意思，地狱骑士都搞出来了。江浩斌见状，立刻激动地喊道：姐，旭阳哥，就是这家伙打了我。白旭阳的眼神立刻变得不善，整个人的气场也凶狠了一些，和之前在江晚星面前的唯唯诺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原来是你！白旭阳撸起了袖子，他带来的10几个男人也都纷纷站了过来。都给我停下！江晚星重重推了白旭阳一下，然后揪着江浩斌的领子，指了指苏无忌，冷声说道：你们俩向他道歉。白旭阳彻底懵逼了，看到喜欢的姑娘给别的男人撑场子，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指责对方，而是开始怀疑自己了。我砸错地方了吧？白旭阳扭头看了看那落在地上的招牌，的确是皇后酒吧无疑啊。江晚星的声音越发冷冽：白旭阳，你不道歉也可以，把皇后酒吧的损失双倍赔了，然后回首都，以后都不要再来灵州。白旭阳盯着苏无忌，眼睛里透着复杂的情绪。江晚星以往都是护着他的，还从未因为别的男人这么凶过自己。其实白旭阳并没有意识到，江晚星所说的双倍赔偿已经是在给他台阶下了。在江晚星看来，苏无忌很讲究的往后退了一步，自己就必须站出来，逼着白旭阳也往后退一大步。苏无忌拉了江晚星一把，说道：女人挡在男人前面算是怎么个事儿呢？一对上苏无忌，江晚星的声音便柔和了许多。
我见不得你受这样的委屈。其实他的本意是不想让苏无忌这样的人流血又流泪，可是话一出口便显得太暧昧了。白旭阳更加难以置信了。婉心，你这么在意他？而江浩兵也是愣在原地，他狐疑地看了看苏无忌，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未来姐夫了。江婉星伸手把苏无忌挡在身后，淡淡道：没错，今天我护着他。今天我护着他，这语气不容置喙。从小到大，江婉星从来不会向大院里的那群发小解释什么。我想知道原因。白旭阳感觉有点胸闷。在他看来，苏无忌就是一个夜场小老板，用了栽赃手段，把自己会所里几个管事的兄弟坑进了局子里。这样的小人物放在首都世家圈子里根本上不了台面。可自己从小爱慕到大的女神偏偏站在他那边。苏无忌面带微嘲之意：白旭阳那东方离人会所的股份为什么会被我拿下？你心里真的一点数都没有吗？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苏无忌这样的笑容之后，白旭阳的心里面莫名涌出了一股不太好的预感。他说道：很简单，你用阴险手段把我的人陷害了。你真他妈傻逼！苏无忌骂了一句。白旭阳又撸袖子想动手了。苏无忌冷笑：灵州市局抓走了东方丽人的3个负责人，因为他们给几个女大学生下了药轮流，还拍了照片视频用来控制他们，继续为自己挣钱。白旭阳的眉头一皱，竟然有这事儿。虽然这种会所打着商务的名义，其实也是灰色地带的产业，想要干干净净的经营几乎不可能。可是那些出来玩的，主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算是有交易，也是客户私下里的行为，厂子本身必须撇干净才行。这种给女大学生下药拍照片，就太特么的人渣了。听了这话，江婉星狠狠瞪了白旭阳一眼：你那几个狐朋狗友可真是够恶心的。苏无忌说道：所以那几个和你一起投资会所的朋友压根没对你说实话，他们只想把你这个首都大少搬出来踩死我，然后一步步拿下灵州所有夜场。白旭阳沉声说道：他们都是我兄弟，不可能骗我。那你自己去灵州市局查呗，口供笔录、人证物证全都在。苏无忌冷笑：你白大少明明可以先调查清楚，却不分青红皂白的来砸了我的场子，这样未免太愚蠢了点吧。面对这贴脸嘲讽，白旭阳没吭声，但气势明显被压下去了。他不是没脑子的人，只是大院出来的子弟，有时候太讲兄弟义气，更何况自己的女神还在旁边，自己是真怵他。一旁的江浩兵着急了：旭阳哥，你别信他的鬼话，这家伙肯定是在忽悠你的。江婉星的声音能冻死人：江浩兵在是非不分，我打断你的腿。他上前扯住了江浩兵的胳膊，直接狠狠一抡，后者直接被扔出了好几米远，屁股着地，疼得爬不起来。白旭阳想了想，还是打了个电话，托熟人打听一下这事情。他甚至打开了免提，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苏无忌是错的。电话那边的人叫李洪成，以前曾是白旭阳老爸的警卫员，转业之后被分配到了灵州当警察。现如今李洪成正是湖滨分局的局长，朴妍希的顶头上司。李哥，我想托你帮我个小忙。白旭阳没提自己在灵州。旭阳吧，你跟老哥我说话可别那么客气。李洪成说道：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尽管提呀。东方离人会所是我几个朋友投资的，
但他们被抓了，我想问问，到底……白旭阳还算有点脑子，没说自己其实是幕后的大股东，有一大部分股份都是别人帮他代持。旭阳，这事儿你就别插手了。李洪成说道。那个会所有很多问题，你那几个朋友，你还是与他们尽早做切割吧。尽早切割。李洪成直接亮明了态度。白旭阳有些不甘心。李哥，他们都是我兄弟。然而李洪成丝毫不为所动。旭阳，有些人不适合当兄弟，只会拖累了你。这李洪成很有原则，并没有因为对方是自己老领导的儿子而出手捞人。白旭阳咬了咬牙。李哥，如果这个电话是我爸打的，你也不帮？李洪成沉声道。旭阳，如果换作是你爸，他根本不会打这个电话。白旭阳沉默，脸色阴晴不定。李洪成说道。如果来灵州，一定要告诉我，老哥带你好好逛一逛云烟湖和灵境山。这一次连被摔在地上的江浩斌也听明白了这李局话语里隐藏的提醒之意。你要是来灵州，就来找我，游山玩水可以，但不要搞事。好，谢谢李哥。白旭阳挂断了电话，脸色更加难看了。非得等撞了南墙才回头。江晚星没好气地说道。白旭阳，你怎么还那么幼稚？这是白旭阳今天第3次听到这个评价了。对于一个成年男人来说，幼稚这个形容词真的很有杀伤力。苏无忌抬手指了指酒吧大门。为赔钱吧。白旭阳沉着脸说道。我也是往东方会所投了钱的，那些股份可以抵消你的损失了。抵消个屁！苏无忌冷笑道。我买你们的股份也是花了钱的。小庞，老板，财务说我们花的不多，和抢来的没区别。白旭阳一时间有点分不清，这个2米多高的傻大个到底是站哪一头的了。他冷冷说道。你抢了我的会所，我砸了你的大门，我吃点亏就当两不相欠，扯平了。这样算起来，似乎还真是苏无忌占了便宜。苏无忌嘲讽地笑了笑。白大少，你要是不赔钱，还真别想出这灵州。不然呢？白旭阳都被气笑了。我若是想走，还真没人能拦得住。小庞站了出来，往地上跺了一下脚，脚下的地砖顿时碎了好几块。白旭阳看了看那铁塔一样的身形。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肖经理那几块砖从小庞工资里扣了。小庞，老板，你当个人。看着这一对主扑斗嘴，江晚星的表情轻松了一些，俏脸之上多了几分明媚感。肖英磊这时候终于开口。白少爷，您别觉得我们老板占了便宜，事实上他接收了东方渔人会所之后，就自掏腰包补偿那几个受到了欺负的女大学生，这是支出记录。说着，他把手机放在了白旭阳眼前。江晚星也走过来，看了看那转账界面，又看了苏无忌一眼，这眼神之中有着浓浓的钦佩，以及一抹不知名的情绪。随后他转身冷冷盯着白旭阳。别废话，赔钱。好吧，晚星，我听你的。白旭阳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转向苏无忌。多少钱？苏无忌，起码800万。江晚星想起了自己差点花了30几万买800块的沙发，差点没忍住笑。苏无忌显然是老毛病又犯了。白旭阳都快被气糊涂了。这破门和几扇玻璃值800万，
扯淡呢！我这都是从意大利进口过来的玻璃，找华夏著名的工艺大师打造，光是手工费就是。苏无忌还没说完，江晚星捅了捅他，小声道：白旭阳是我发小，你稍微打个折，不然他给的不痛快。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照原价的4、5倍来宰他就行了，要是宰太狠，我怕他赖账。这颇有种两口子合伙坑人的感觉。然而听到江晚星替自己说话，白旭阳的心一下子暖了许多，似乎今天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舔狗都是这样，很容易自我满足。那给88万吧，吉利点。苏无忌说道。既然晚星你都发话了，我就吃点亏好了。2一折行。白旭阳有点意外，觉得这折扣很有力度，自己也得给江晚星面子，于是没再讲价，直接转账。然后苏无忌收到了100万。给你转了100万，不用找了。白旭阳眼睛看天，鼻孔看人，淡淡说道：谢谢。苏无忌乐道：傻子才不要，是脸重要还是钱重要？老子从来不要脸。江晚星捂了捂脑门，他忽然发觉自己好像低估了苏无忌的奸商程度。白旭阳这个蠢货，他觉得苏奸商这次起码挣了90万。江晚星说道：白旭阳，你立刻回首都，把江浩斌的车开回去。白旭阳看了看他：那你呢？反正我也没事，正好陪你在林州逛逛。江晚星淡淡道：我还有点事，要多留几天。你走吧，我累了，想补一觉。女神对舔狗都是这样的。苏无忌立刻问道：那你今天还是有房间吗？江晚星轻轻应声：